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发生意外，被人捅了8刀，送到医院的时候性命垂危。好不容易等到了姗姗来迟的男友，他张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蠢货，连个孩子都保不住。我心灰意冷，凄惨离世。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再睁眼，我又回到了被捅刀子前的早上，我完美避开这场灾祸，毫不犹豫地选择跟男友分手，顺便带走了准婆婆她心心念念的孙子。我重生回到了去商店买酒前，男友正窝在沙发上，捧着手机在游戏里大杀四方。他一边嘴里嘟囔着队友是菜鸡，一边骂骂咧咧地对我嚷着怎么还不出门，再晚商店都关门了，臭婆娘，怀个孕就磨磨唧唧的。他不知道的是，前世我就是在为他买酒的路上发生意外，被人活生生捅了8刀，刀子刺进血肉里的疼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浑身打颤。当初我恋爱脑发作，任家人怎么劝我都不听，执意要和现在的男友私奔。为了和他在一起，我断绝了和家里的关系，足足3年未曾联系过他们。却没想到，当我性命垂危躺在医院的时候，男友晚起了失联，医生打烂了他的电话也没能联系上。而婆婆知道手术可能会让我肚子里的孩子流产后，支支吾吾地以我还没有跟他儿子结婚为理由，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最后还是父亲千里迢迢赶来，我才能被送进抢救室。可我伤势过重，无力回天，医生让亲属见我最后一面。我总算见到了姗姗来迟的男友，谁料他张口第一句，也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蠢货，连个孩子都保不住。我心灰意冷，凄惨离世。所以重来一次，我绝不会重蹈覆辙。我冷冷地看了一眼男友，随后摔门离去。身后传来男友怒骂的嗓音：操，关门声音那么大，你是不是欠揍了？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教训你。我笑了，我这一去可就没打算回来呀。至于那酒，不如就让最疼爱你的妈妈来买好了。我在路上给婆婆打了一个电话，跟她说我身体不适，想去医院检查一下。一听到是跟我肚子里孩子有关系的，婆婆答应的那叫一个利索，当即同意了，还关心我，问我需不要她陪着一起。我婉拒了，对她说：妈，不用了，应该就是些小问题，我自己去就行。只不过什么？婆婆着急地问。想了一下，我故作犹豫道：只不过鹏飞他让我去给他买酒，我还没来得及去，怕回去晚了，他又该说我了。嗨，婆婆无所谓道：喝酒能有我孙子重要，小雨你听妈的话，赶快去医院检查身体，你现在是个孕妇，孩子最大。鹏飞的酒我去给他买了，嘿，就等您这句了。我连连感谢婆婆，那辛苦您了妈，我现在就去医院。好，快去。我看见手机不停地闪烁，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打来，来电人全是我男朋友赵鹏飞。终于在第15个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接通了。电话那头瞬间传来怒吼声：你去哪儿了？打这么多电话不接，想死是吗？我压低声音，故作哽咽道：鹏飞，我去医院产检了，医生说宝宝的状态不太好。什么？婆婆听见后直接抢过电话，在电话那头不断地询问我：小雨呀，你说孩子怎么样了？有什么问题？我抽泣了2声，然后振作起来：妈，也没什么大事，不想您担心。倒是鹏飞，他打那么多电话，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没，也不是什么大事。婆婆支支吾吾地说。赵鹏飞插话：你还好意思问？
咱妈被人拿刀捅了，你知不知道？这我当然知道啊，前世我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被人拿刀子捅的。只不过我表面上还是装作震惊地说：什么？那咱妈怎么样啊？赵鹏飞没好气地嚷嚷：还能怎么样？已经住院了，你还不赶快过来？哦，居然没有被捅死，我有些意外。毕竟前世我可是站在商店门口，被足足捅了8刀，老婆子没有被捅死，还真是福大命大。这样也好，不然他怎么有机会抱到他心心念念的大孙子呢？赶到医院的时候，我故意往头发上洒了点水，让刘海贴紧我的额头，营造出我火急火燎的氛围感。我气喘吁吁地走到婆婆的病房前，一手捂着肚子，喘着粗气说：妈，您怎么样了？婆婆打断我，拉我坐在她的病床前，用带有责骂的语气教训我：小雨呀，你是个孕妇，怎么能跑呢？万一把我大孙子给颠没了，你担待得起吗？挺大个人了，还不叫我省心。我故作委屈道：这不是怕鹏飞着急吗？你也知道的，鹏飞一着急就没个轻重，我怕他打我。婆婆用手戳了一下赵鹏飞，教育他：你也是，就不能忍忍你的脾气？小雨现在怀着孕呢，你不能等她把孙子生下来再说呀，也就没几个月了，听妈的话呀，多忍忍。我强忍着恶心，听完他说的这些话，果然赵鹏飞有今日的性格，离不开养育他的母亲。身为一个母亲，居然会纵使儿子动手打老婆，而暂时歇的理由，是因为我怀孕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怀孕，或者把孩子生下来后，赵鹏飞就可以不用忍了，他就能够肆无忌惮地动手打我了。冲婆婆这句话，我坚定了重生后的想法：带球跑，您不是最想要抱您的大孙子吗？我就偏不顺您的心意，等着您追悔莫及。坐车的时候，我不自觉回想起以前和赵鹏飞在一起的细节。在我拿完驾驶证不久后，赵鹏飞笑呵呵地对我说：小雨，我陪你去练车怎么样？你刚拿到驾照，我怕你一个人上路有危险，来陪陪你。听到这句话，我十分感动，连带着他之前对我的那些不好也统统抛之脑后了。他坐在副驾，哼着小歌，我们一路平稳地开着。恍惚间，我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直到我因为不想抢红灯过马路，踩了一脚刹车后，赵鹏飞的脸色唰的一下变了。他的脸上忍不住流露出愤怒，朝我挥舞着拳头：妈，靠，这脚刹车不要钱啊？你钱多了是吗？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被吓得不敢说话，只能哄他：对不起，鹏飞，你看在我刚拿驾照还不熟练的份儿上，就原谅我吧。赵鹏飞瞪着我，火气之大，像是要用眼刀把我杀了一样。其实这些种种小事已经暴露出赵鹏飞的人品，可我还是被恋爱脑蒙蔽，瞎了双眼，选择一次又一次相信赵鹏飞的鬼话。尤其是我怀孕了，赵鹏飞妈妈后开心坏了，整日念叨着要抱孙子。她不停地给我灌输观念，女人只要怀孕了，这辈子就只能有一个丈夫。所以准婆婆让我多忍忍，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她居然还有些自豪，说她以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比起我公公，鹏飞不知道强多少倍，简直是绝世好老公，连她都羡慕我有个这么好的丈夫，话里话外都在吹嘘她这个宝贝儿子有多么多么的优秀。或许是被准婆婆的话洗了脑，我慢慢相信了这些。而且赵鹏飞在我刚怀孕的时候，态度真的是180度大转弯，时时刻刻都担心我的安危，走路怕我磕着，吃饭怕我呛着。我抚摸着肚子，无比期待这个新生儿的到来。
日子似乎正在渐渐变好。怀孕3个月的时候，我问赵鹏飞：“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要是再拖上一阵，月份大了，穿婚纱就不好看了。”赵鹏飞总是支支吾吾的回避，直到准婆婆来找我谈话，她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我。等了好久才张口：“小雨呀，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我笑了一下，说：“什么事呀？您还用跟我客气吗？直接说就是了。”准婆婆这才面露喜色，摸着我的手，言辞恳切地说：“小雨呀，你和鹏飞的婚事，看看能不能顺延一下。你看啊，你现在怀着孕呢，身子不方便，婚礼事情又多，宾客也闹哄哄的，万一你有个闪失，这孩子不也跟着你受罪吗？我想的是，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后，再补办这个婚礼。至于这结婚证，也先缓缓，一切以养胎为重，不然领完证拖这么久不办婚礼，也委屈你不是？”准婆婆一脸为我好的样子，我刚想反驳几句，又听她接着说：“小雨呀，你放心，等你生下我孙子后，就是咱们赵家的大功臣，还怕鹏飞不娶你了不成？你放心，到时候他要是敢有一个不字，我打断他的腿。”当时的我被准婆婆说迷糊了，丝毫没有注意她话中说的生下孙子后这几个字。换个角度想，她这个如意算盘是打得叮当响啊！也就是我如果生的不是男孩，这个婚可能就不结了。不过有了前世我在手术台上的经历，已经确定自己怀的是男孩了。但这个消息我可不能让他们知道。不仅如此，我还要让准婆婆误以为我怀的是女孩，这样子她才能变成我的盟友，帮着我一起离开赵鹏飞这个不是人的东西。准婆婆在医院住了几天后，就办理出院手续了。赵鹏飞以在单位加班为由，让我去接他妈妈出院。等我到了才发现，这几天的治疗的全部账单都正等着我呢。准婆婆故意上厕所去了，想让我把账结了。要是以前，我确实会这么做。不过现在吗？我不动声色地坐在等候厅里，刷着手机。几分钟后，准婆婆心情很好地走了过来，她搭上我的肩膀，对我亲昵说：“小雨，咱们走吧。”我愣了一下，惊讶地说：“您住院的费用还没结呢，还不着急走？”准婆婆皱了皱眉头，嘟囔了一句：“你怎么还没结呢？”我笑着说：“您这话说的，住院的是您，看病的也是您，您是鹏飞的妈妈，应该让他来给你结账啊。”准婆婆轻咳一声，像是开玩笑般：“小雨呀，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等你生完孩子，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呢？再说鹏飞的钱还不都是你的？”我点点头，表示认可。您说的对。准婆婆得意地笑了，推了推我：“小雨，快去把账结了，咱一起回家。”我掏出手机，发出轻微的尖叫：“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忘了呢？我把攒下的工资全存了死期，如今手上只有几百块钱，不够结您的医药费的。”准婆婆脸色唰的一下沉了下来，不乐意地说：“你怎么能把钱存死期呢？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呀，你和鹏飞的房租不用交吗？菜不用买吗？小雨，这就确实是你的不是了。听妈的话，把钱取出来。”见我不为所动，准婆婆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小雨，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还是想让鹏飞来跟你说？他这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不取钱出来，就让他儿子用暴力逼我交钱，真把我当成他俩的取款机了呀！赵鹏飞赚的钱，打着什么存钱养家的旗号，一分钱我都没花着，然后我自己的钱倒是被他们母子俩压榨得一干二净。前世自己果真是被猪油蒙了眼，识人不清，遇到个这么极品的母子俩，
我打定主意不会给他出这个住院费，于是指了指肚子说道：“不是我不想给您花，只是您看，孩子月份马上就大了，我这点钱还不是为了您的孙子。您不是也老说苦了什么都不能苦孩子吗？妈，我确实拿不出来这笔钱了。”嘿嘿，用她的话堵他，让他无话可说。准婆婆听见后，虽然气愤，但确实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我。她撇撇嘴，白了我一眼后，自己一个人去缴费了。如今算来月份，我已经怀了7个月了。医院里的医生不给透露孩子的性别，可把准婆婆给急坏了。她拉着我说要去庙里找和尚算一卦。我本来不情愿，觉得生男生女都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准婆婆可不乐意了，当即劝我：“小雨呀，你这话可就说错了。老赵家就鹏飞这么一个独苗苗，他爸爸又走得早，如果没有孙子，你说说，等我到了地底下后，可怎么跟他交代呀？听妈的话，咱去庙里算一卦。妈都打听好了，寺里的方圆大师算男女算得可准了，在他手里算出来的娃就没有错的。”我将信将疑，这能准吗？会不会是噱头啊？妈，咱可别被骗了，还是不去了吧。准婆婆一把拉住我，提高了嗓门，不容置疑地说：“去，必须去。小雨，你听妈的，准错不了，你就当了妈一桩心愿好不好？”于是在准婆婆的坚持下，我跟着她去见了这个方圆大师。准婆婆笑着塞给方圆大师一个红包，手上做了一个拜托的手势，加上旁边站着我这个孕妇，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方圆大师轻车熟路地收下红包，然后带着我们走进了内室。方圆大师一直在打量我，又替我把了把脉，问了问我最近的饮食喜好，而后他的语速缓慢而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反复推敲，带着极其谨慎的态度才说出口：“恭喜赵家将喜得千金。”什么？准婆婆听见这个答案后，直接跳了起来。霎时间，我全身紧张得像一块石头，心沉得像灌满了铅。准婆婆不敢置信，求方圆大师：“大师，您再算算，看是不是哪里出了差错。都说酸儿辣女，她最近也是爱吃酸的呀，怎么会怀的是个女孩呢？”她激动得唾沫星子直飞，看得出来是对这个结果极其不满意。方圆大师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这位施主贫僧算下来，怀地确实是位千金。这下子听到方圆确切的答案后，准婆婆变得双目无神，瞬间瘫坐在椅子上，短促而痉挛地呼了一口气，呆若木鸡。我咬住下嘴唇，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小心翼翼地开口唤了一声：“妈。”准婆婆回过神来，神色骤变，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寒霜，变得分外冷峻，没好气地对我说：“妈什么妈？都还没跟我家鹏飞结婚呢，就着急喊妈？女孩子家家的，真的是不知道检点，肚子还不争气，连个带把的都怀不出来，还不如村里张姨家的儿媳妇呢，晦气得很。”她口里张姨家的儿媳妇是个傻子，生理医学上的那种，所以连带着生出来的孩子也都是遗传性的小傻子。当下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嘲讽我还不如个傻子有用。准婆婆，哦不，是赵鹏飞妈妈气急败坏地离开了，完全忘记了我这个孕妇。我站在原处，和方圆大师面面相觑，一改刚才的紧张，我喜笑颜开地冲方圆大师鞠了一躬：“多谢大师。什么出家人不打诳语啊？如果有，那就是钱塞得不够多。赵鹏飞他妈妈不知道的是，我早就提前来了寺庙，跟大师打好了招呼，无论他会不会算男女，
都一律统一口径，说我怀的是女孩，完美的设计了今天这场戏。幸好赵鹏飞妈妈也没有让我失望，成了这场戏中最好的主角。我的唇角勾起一抹微笑。接下来，带球跑计划正式拉开帷幕。回到家后，就听见赵鹏飞妈妈在阴阳我就说谢小雨是个不中用的吧，你看看，怀的还是个女孩，到时候养了也是白养，还不是要送人。在咱们村里呀，生不起儿子那都是抬不起头的。我看呐，你趁着没结婚，赶紧换一个。赵鹏飞一边打着游戏，一边应付他妈。知道了，知道了。他妈一个扫帚打在他腿上，说：“知道什么了？我说的话你到底听见没呀？”赵鹏飞正好结束一局游戏，抬起头，笑呵呵地对他妈妈说：“3条腿的蛤蟆找不到，2条腿的女人不多的是，我一定给您找个会生孙子的。至于谢小雨吗？我哪天找个理由跟他提分手算了。”赵鹏飞妈妈这才满意道：“不愧是我儿子，就是孝顺。”听了几分钟，我才发出些动静，好让他们发现我回来了。可结果就是2个人眼睛都不带抬一下，全当我是个空气人。我一个人回到卧室，打开手机，股票一路红灯，抛去我的本钱，一共赚了有30多万。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原本这笔钱是用在我和赵鹏飞的婚房上的，他们家出首付，后面的贷款让我和赵鹏飞一起还，而装修的钱全部由我一个人出。我们一直住在出租房里，2个月前才刚看好了房子，为了图便宜，买了个老破小，好在地理位置还算优越，就是内饰装潢简直惨不忍睹。整套房子装下来比首付还要贵呢，而赵鹏飞理所应当地认为是他出的首付，所以房子只能写他一个人的名字。至于我出钱装修，那是应该的，不然他就会说，反正我是不在乎房子里面好不好看，你要是不出这个钱，咱就不装也行。所以我就打算顺着他的意思来做了。你那破房子，谁爱去住谁住。再说，赵鹏飞看中的那个房子，离他的单位倒是近得很，而跟我的单位距离比起来，我每天至少要比他早起2个小时，再坐1个半小时公交，步行30分钟才能到。我自己用这30多万再买一套新的不香吗？当机立断，我联系了中介，为我物色一套合适的房子。还有个消息，我也没有告诉过赵鹏飞，就是我升职了，月薪跟以往相比涨了2000多，算上年终奖，我1年下来赚的比他还多。所以等我离开他后，靠自己养大肚子里的孩子也完全不是问题。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守好自己的钱，把赵鹏飞母子俩这些年从我这里薅的羊毛全都夺回来。赵鹏飞最近很晚才回家，而每次回来他都兴致勃勃，哼着小曲，满面春光，连最近和我吵架的次数都少了很多。我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闻他的衣服全都是一股香水味，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出轨了。我拿起他的衣服，来到客厅质问他：“鹏飞，你衣服上的香水味是哪儿来的？”赵鹏飞扫了一眼，搪塞我道：“和同事应酬时染上的吧。”接着他没好气地说：“谢小雨，我说你一个大肚婆，别整天疑神疑鬼的，对我跟审问犯人似的，我欠你的呀。”我没理他，转身回了卧室。半夜趁他熟睡，我偷偷看了一眼他的手机，绿色软件里，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备注叫亲爱的小宝的人。点开后，密密麻麻的全是聊天记录。赵鹏飞跟舔狗一样，不停地讨好对方，关心对方吃饭了吗？睡觉了吗？
还有钱够不够花？对方说最近手头有点拮据，看中了一款项链，都没舍得买。赵鹏飞倒是大方，直接给对方赚了1000块，肉麻的回对方：小宝，女人就是要打扮自己，别客气，拿去花，不够再来找哥要。对方回了一个比心的表情。像这样的聊天记录，少说也有个几十条，总共算下来，赵鹏飞给对方赚了2万多了，正好是我这些年为他花的钱。赵鹏飞跟我提分手了，我哭得梨花带雨，不装得像一些，怎么能让他放心大胆地离开我呢？赵鹏飞绝情地说：谢小雨，我已经不爱你了，我们分手吧。我两眼凝视着他，眼已经哭得红肿，泪还在流着，双唇紧闭，任凭眼泪肆无忌惮地顺着脸颊滴落在地板上。我哭着说：鹏飞，你要是离开我的话，孩子怎么办？赵鹏飞皱了皱眉头，好半晌才吐出一句：我会给你抚养费的。不要，鹏飞，我不要抚养费，你不能离开我。赵鹏飞转身，不容置疑地讲：这件事没得商量，我跟你分手分定了，我会给你转一笔钱，全当是分手费和以后孩子的抚养费了。谢小雨，我劝你识好歹，拿钱乖乖走人，不要对我死缠烂打，这样到头来你只能是钱财两空。在赵鹏飞的胁迫下，最终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之后我火速将属于我的东西搬出了这个家，彻底与赵鹏飞两清了。3个月后，我成功卸货。产房里，我正抱着我的乖儿子喂奶的时候，闺蜜走了进来，她对我说：赵鹏飞那个家伙正在满世界的找他，快把他家祖坟骂得冒青烟了。我笑了，因为赵鹏飞手机里那个叫亲爱的小宝的女人就是我的闺蜜，我们串通好了，将赵鹏飞从我这里花走的钱骗回来。他和赵鹏飞能认识，也全是赵鹏飞妈妈撺掇的。赵鹏飞从方圆大师那里重金买了一个女人的生辰八字，说在这个时刻出生的女人怀孕必生儿子。他完全相信了，立马要了对方的联系方式，然后迫不及待地介绍给赵鹏飞。我闺蜜长得那就是个白富美，赵鹏飞只见了一眼照片就火速爱上了。当然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给闺蜜编造的一个人设，哪有什么必生儿子的女人啊？稍微有点常识也都知道，生男生女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是由男方来决定的。这种把戏也就是专门为赵鹏飞妈妈这种无知的农村妇女量身打造的了。等我和赵鹏飞一分手，闺蜜就火速的消失。而赵鹏飞有个词说得好，叫人财两空，只不过到头来他才是那个人财两空的。又过了几个月，赵鹏飞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生的是儿子，当即跑到我单位底下闹事，又是撒泼又是打滚，说我带走了他的孙子，让他这个做奶奶的连面都见不着，简直罔顾人伦。还说我是个没良心的，不仅怀孕7个月的时候跟他儿子闹分手，还骗走了他的养老钱，求大家评评理，替他这个可怜的老婆子做主。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见这一幕，有些动容，就为赵鹏飞妈妈说话，说他和他儿子都是个可怜人，遇到个这么不着调的儿媳妇。这下更加助长赵鹏飞妈妈的气焰了。她双手叉腰，在我单位楼下喊：谢小雨，我让你下来，你听见没有？你立刻把我孙子还回来，还有再给我儿子20万的精神补偿费，我就全当这些没有发生过，不然我就要去法院告你去。赵鹏飞也赶来了，帮着他妈一起说话，痛斥我不守妇道，一定是出轨了，才会不惜带着孩子也要跑掉，也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
为他接盘了。他警告我必须还他儿子，不然他就要动手了。而我一出现，赵鹏飞和他妈妈两个人的情绪变得无比激动，尤其是赵鹏飞，他瞪着我，眼中满含愤怒。谢小雨，你终于赶下来了，你不觉得自己没有良心吗？让一个老人见不着他孙子，还把咱俩的装修款拿走了，那房子每天漏水，根本没法住人。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我说赵鹏飞，你倒打一耙的本事究竟跟谁学的？我充满玩味地说，我们又没有结婚，我的孩子又怎么会是你妈妈的孙子呢？想起前世，赵鹏飞妈妈就是以我们没有结婚为理由，拒绝在我的手术单上签字，也因此让我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悔恨离世。这辈子我终于有机会把这句话还回去了。赵鹏飞妈妈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谢小雨，我不管，你今天必须要让我看见孙子，然后马上去跟我儿子领证。我笑了笑，提醒他，阿姨，当初是你拉着我去算卦，说我肚子里怀的是女儿，是个没用的废物，让你儿子赶快换一个能给你生孙子的。这些你都忘记了吗？还有，我取走的是我自己的钱，当初我们说好了，他付首付，房产证上不写我的名字。我觉得那房子破，想重新装修，可他觉得贵，不愿意和我一起出这笔钱。现在我也不想装了，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谢小雨，你别整这些歪理。我告诉你，你给我们鹏飞生了儿子，就必须嫁给他，哪有老赵家的种寄到别人名下的道理？也算你肚子争气，生了个带把的，妈给你道个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等以后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你拿钱把鹏飞买的房子重新装修一遍，到时候咱们一家人一起住在里面，我替你带孩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赵鹏飞和他妈妈沆瀣一气，就是小雨，我和妈都承认了，我们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过去的事情就翻篇了，未来才是最重要的。我冷冷地看着这对不要脸的母子俩。赵鹏飞，我从前只知道你是个吝啬鬼，1块钱的包子舍不得给我买一个，如今这不要脸的本事也是随了你妈妈，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赵鹏飞呸了一声，然后说，谢小雨，如今也就我还能要你了，都生过孩子的女人了，还真当自己是个香饽饽呢。除了我赵鹏飞，我看哪个男人敢要你？我嗤笑道，我可不是你，离了女人就活不了了，没了男人我照样能活得很好。赵鹏飞，我们两个究竟是谁出轨，还需要我提醒你吗？赵鹏飞语塞，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围观的众人也算是看出来门道了，一整个就是重男轻女，霸占女方财产，还反咬一口的大动作。霎时间，赵鹏飞母子俩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我算是开了眼了，就是我刚才都拿摄像录下来了，等一会儿就发到网上，让大家评评理。女方把孩子都生下来了，2个人还没有结婚，不会是因为打着不是怀的儿子就休掉的想法吧？太可怕了！不得不说，这名吃瓜群众真相了。眼看事情越闹越大，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句，已经报警了。赵鹏飞母子俩心虚，一溜烟而似的逃走了。在之后，赵鹏飞改换成电话短信骚扰我，我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但他又拿新的号码给我打电话，还威胁我，如果1日不还他儿子，他就1日去我公司底下闹事。我懒得理会他，直接把这个号码停机了。赵鹏飞在打来的时候，只听见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你确认号码后再拨。而我则是联系律师，
把赵鹏飞母子俩对我骚扰的证据打包发了过去。后来听说赵鹏飞母子还是死心不改，跑到我公司下面闹事。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跳槽了，因为公司查无此人，所以赵鹏飞母子俩的行为属于恶意滋事，已经对公司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果他们再闹下去，公司就要报警，让警察对他们进行刑事处罚。赵鹏飞母子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而我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挽着闺蜜，正踏上去往省外的旅途，即将开始我崭新的璀璨人生。真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